打野专家这趟可算有口福了，居然把古腹巨葵烤了当零食。看着肥美的身姿，赶紧切下一块，入口肉质松软香甜，蛋白质是牛肉的好几倍。可是如果在缺水的状态下大量进食，会导致身体水分在消化环节丢失，贝爷只好放弃蛋白质大餐，出发寻找水源。途中发现了一丛仙人球，顶部结出的红色果实就是大家熟知的火龙果，这可是补水的好东西。贝爷当即剥去外面的皮，露出里面肥美的果肉。野生的火龙果没有高科技，酸酸甜甜，忍不住把皮上的果肉都啃干净，只希望接下来的一路能多出现些火龙果。不成想火龙果没看到，却偶遇了蛋白质大餐。贝爷手腿并用开启四驱模式，最终还是没能抓到这个小家伙。为了保存体力，决定放他一马继续寻找水源。经过了几小时的艰苦跋涉，附近显眼的土堆吸引了贝爷的注意力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口枯井，里面深不见底。尝试着把土块抛下去测试深度，足足有20来米。虽然这口枯井有些年头，但他眼尖的发现不远处有片树丛，所以当年很有可能已经挖到了地下水位。可如何下去又成了大问题。机灵被脑瓜子一转，立马砍下2根树干，然后再用小刀将表面修整光滑。如果2根棍子刚好比井的宽度长一些，就能斜插在井壁当做踩踏点。2根棍子一上一下交替挪动，为了防止摔下去变成肉饼，操作的十分小心。在经历了数百个回合后，总算成功到达井底。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，枯井表面覆盖着一层干燥的沙土，刚往下刨出20厘米，便挖到了淤泥。贝爷用衣服将其包裹，尽可能的吮吸渗出来的水，怎料结果不尽人意，一大坨淤泥只有一点点水。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里，便利用同样的方法返回。可往上爬比下来难上何止1倍，好不容易爬到井口，脚下的棍子却因太留恋井底掉了下去，吓得贝爷死死抓紧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好在摄影师及时出手，才成功爬了上来。一想到自己差点栽在这里就心慌，赶紧背上心爱的小书包继续前进。沙漠里有种仙人掌叫胡迪亚，里面的汁液能抑制人的食欲，减少饥饿感，找不到生命源泉，只能拿它来缓解。这口感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，湿湿滑滑，十分苦涩，当场给吃货被干出了痛苦面具。有了胡迪亚的加持，一口气走到了林区。这时地上的动物脚印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根据多年打野的经验，多半是臭鼬留下的。好家伙，改善伙食的机会可不能放过。立马砍下一根柳枝，来到小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，准备制作个弹力圈套捕获猎物。先将柳枝的一端卡进岩石中间，另一端则是系上套索和按压式陷阱固定，只要有东西踩上圈套，套索便会立刻收缩，跟随柳枝弹起。接下来能不能改善伙食全看天意了。等待了1个小时，贝爷闻到了一股上头的臭味，随即他激动地冲向陷阱。小家伙果然中招了，为了避免患上狂犬病，一定要完全烤熟才能吃，不一会焦香的味道馋得口水直流，但保险起见还得继续用猛火炙烤，直到半小时后肉质表面完全焦黑，才敢切下一小块品尝。这味道很别致，就像是牛排上涂抹了臭鸭蛋一样，但为了补充能量，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啃完。然而在树林里，除了制作陷阱捕获猎物外，还能随时捡到大自然的馈赠。捕猎动物一般会把没吃完的食物藏起来，贝爷就侥幸捡到了一个大猪头，看肉的成色还很新鲜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，直接把猪头丢进火堆里炙烤，没过多久，皮毛的焦香味便飘散在空气中。接着再等上1个小时，肉香四溢，取出烤得焦黑的猪头，扒开看见里面冒汁的肉，赶紧塞进嘴里品尝一下，这味道真是绝了，肉质鲜嫩又紧实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吃得好不痛快。打野专家这趟可算发达了，居然在沙漠里捡到了一头铺盖的骆驼。这不仅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，柔软的皮毛还能抵御夜间的严寒。接下来贝爷开始轻车熟路的处理，据说骆驼的脂肪是绝世美味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马上切下一块品尝。结果刚咀嚼2口，油腻的土腥味比皮蛋还要上头。果然沙漠里的美味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。随后贝爷赶紧划开骆驼的瘤胃，捧出里面储存的清水，来缓解一下嘴里挥之不去的气味。等处理完内脏后，剩下的全是可利用部分。骆驼的皮毛除了可以保暖，还能在遇到沙尘暴时把自己包裹起来避险。随着天色渐黑，贝爷开始围着骆驼画圈，这是为了标记领地，避免豺狼虎豹的靠近。看似操作很简单，实则没有2斤的海量很难办到。辛苦忙完一切，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餐。割下一块上等的里脊肉，放在石板上开始小火慢烤。骆驼的肉胆固醇很低，这将是一顿罕见的沙漠大餐。等待了半小时，烤肉成功出炉，一口咬下去嚼劲十足，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的多少倍。但老骆驼的肉并不能满足贝爷的胃口，他想把沙漠里的美味全部尝一遍。紧接着又盯上了一只可怜的碧日猪，这种动物介于蝎子和蜘蛛之间，可以长到大约15厘米长，不过小小的体积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，一直对着贝爷的影子疯狂输出。它们每小时大约能跑16公里，可今天遇上吃货贝，它的生命也算走到了尽头。一个祖传的去头掐尾，剩下的全是蛋白质，放入嘴中品尝一下，嘎嘣脆，特殊的味道直奔天灵盖，直接让贝爷露出了痛苦面具。为了缓解碧日猪带来的心理伤害，当即决定找些其他吃的换换口味。
这是生长在沙漠中的枣椰子树。为了弄到上面的果实，贝爷决定徒手爬上9米高的树干。枣椰子树已经有些年头了，树皮干硬开裂，比石头还硌人。等爬到树顶的时候，手已经被摩擦出血。不过欣慰的是，上面有很多未成熟的枣椰子。摘下一颗品尝，他顿时愣住了，味道十分苦涩。可即便如此，也要尽量多吃一点，因为能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C 和矿物质。虽然沙漠是世界上最难找到食物的地方，但不能为了填饱肚子就随便乱吃东西。像这颗长得很像西瓜的东西就要慎重，切开后里面是白色的瓜囊，如果吃下它不仅会生重病，还会加快人体水分的流失。不过这玩意儿也有可取之处，如果不小心被蛇或蝎子蛰到，可以涂抹在伤口上消炎抗菌，并且这东西还是治疗痔疮的好帮手，一刮到手痔疮全走。贝爷对这东西不感兴趣，他跟踪一只蜜蜂找到了他们的宝藏库，洞里白色条状物是蜜蜂的蜂巢。贝爷打算尝尝蜂蜜的味道，为了避免被蜜蜂蛰到，在采摘前必须要先麻痹它们。洞口升起一堆火，就可以利用烟雾迟缓蜜蜂的行动，然后抄起小刀弄到一块向往已久的蜂巢。正当得意忘形之时，小蜜蜂似乎发现了他意图不轨，立马在额头上折了一下。起初贝爷还没在意，被蛰一下能换来一大块蜂巢也算值了。怎料半小时后，脸部彻底肿成猪头，眼睛和鼻子全部过敏，导致他变成半个瞎子。打野数十载，鳄鱼毒蛇都是自己的手下败将，今天却栽在了一只小蜜蜂手里。贝爷越想越气，把怒火撒在了这条巨葵身上。如果换成以前，可能还会放他一条生路，但今天就不一样了，直接架上火堆开始炙烤。等待了1个小时，烤肉的香味扑鼻而来，烤好的辣条十分美味，是难得一遇的大餐。肉质细腻且有嚼劲，口感和鸡肉差不多。只是这条巨葵的心里估计挺憋屈的，这是招谁惹谁了？出门晒的太阳的功夫就变成了烤辣条。